穆提？我不是穆提。雨泽，我喜欢你，我要名正言顺做你的少奶奶。真没想到，果然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燕儿从小就胆小，我知道只要我吓唬他，他就一定会跑。我不过是赌一把。我的证据已经被毁了，但就算我的证据没有被毁，他也可以说玉佩是我从他那偷去的。其实我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证明我自己，是他的心虚出卖了他。听瑶，你很聪明，谢谢你求助我，也谢谢你不顾一切地回到我的身边。祖母，这么晚请您和二叔前来，正因为事关重大。老夫人，这块玉佩您一定认识，是当年方家与董家的定亲信物。玉佩虽然破碎了，但确确实实是我爹临死之前亲手交给我的。这玉佩是我在二爷的房间里找到的，想必二爷最清楚它的来历。老夫人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问二爷，这块玉佩到底是不是属于我？二爷不说话，那便是默认了。少爷，人也在后门抓到，把他给我带进来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燕儿，这大半夜的你要去哪儿？若不是做贼心虚，你也不必逃跑吧？昔日浓情蜜意，如今竟半分情分都不留，还真是方家少爷。果然，没拥有的妻子是要被你丢掉的。我那个时候对你好，只不过是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妻。可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你如此欺骗方家，你让我怎么对你留情面？对，我是冒充了董家大小姐，但我也是董家的女儿啊。我自从来到方家，我安分守己，尽心尽力地伺候老夫人，我哪点做的不对？而他呢，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还要勾搭杜鹃。现在全府上下，谁不知道他爬上你二叔的床？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你还要把她当成宝吗？你闭嘴！当日若不是你冒名顶替，我怎么会阴差阳错成了二爷的丫鬟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胡说八道？我胡说八道？老夫人，你也是亲眼所见吧？他日日夜夜睡在二爷房里，3番5次的当着众人的面勾勾搭搭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我们方家还真是大户人家，一个女人，叔侄俩争着抢。老夫人，燕儿纵使有千般错，但她也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还请老夫人看在董家的情面上，
饶他一命，就把西屋给他住吧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。是。走。祖母，那听瑶她……陈妈，夫人，把之前董燕儿住的东楼房间收拾出来。今晚就让董小姐搬进去吧。是。既然听瑶的身份已经恢复了，还请祖母帮我们选一个吉日，再帮我和听瑶补上文定之礼，也将她的身份向大家公布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都累了，有什么事儿缓缓再说吧。听瑶，你放心，既然你已经恢复了身份，我们方家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你别再喝了，把酒给我。你要为这样一个女人折磨自己吗？你为她做了那么多，她却要嫁给那小子。把酒给我。我实在是看不过眼了。当日董府遇难，你得到消息就马不停蹄地赶过去，在路上遭遇劫匪，险些丧命，耽误些时辰。这些时日，你为他受了这么多伤，他现在却这么对你，我现在就去找他说清楚。我要让他知道他到底有多糊涂，我不能让你的一番心意被他糟蹋了。站住！可是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晴儿也自重。我现在已经是你名正言顺的未来侄媳妇儿。你如此义无反顾，你到底在乎的是你董家大小姐，还是方家少奶奶的身份？我都在意。总之，不会再是你的丫鬟了。我不许你嫁给他。你不许？凭什么？全都军府上上下下都知道你是我的人，一女不能失二夫。既然你从了我，你们这个婚约自然就结束了。这世间曲中人，常离散，远飞的雁也不再归寒。看寥寥炊烟，看宇宙长晚，看不完人间的聚散。时光流转，后未不变，不过笑谈一片。恩怨纠缠，已经换尽我余生，数一只是